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邵峰。中国金融圈惊雷再起，前证监会主席易会满突遭查处，至少40人陪葬。这场塌方式清洗直击浙江帮核心。别忘了，总理李强就是浙江出身。这一刀砍下去，外界普遍解读，习近平正借反腐立威，直接敲打李强。可问题是，这不是单纯的金融反腐，习近平正陷入一个越挣扎越下沉的死亡螺旋。经济不振，放水10.8万亿无效，市场信心崩溃，习加码反腐，官员人人自危，不敢拍板，经济更恶化，习再出重拳，恶性循环越转越紧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易会满落马只是第一块骨牌，真正的警告对象是还在台上的李强，甚至刚接手证监会的吴清。这场金融地震已经成了中共4中全会前的政治豪赌。2025年9月6日，中共中纪委突然发布公告，前中国证监会主席、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易会满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正接受调查。这一消息犹如一颗震撼弹，不仅在金融圈引发巨大震动，也在政界掀起连锁反应。经济观察报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，易会满在上周五左右被带走调查，几名家人也被一并带走。这不是一起孤立的案件，此前的几个月里，与易会满有关的人脉网络，包括上世纪80年代就读浙江银行学校时的数名同学，中国农业银行数据中心原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林鹏，中国工商银行浙江分行原党委书记、行长沈荣勤等正在被迅速清理，至少40人相继落马，堪称塌方式清洗。为什么一位曾经的金融掌门人会在短短几年之间从高位跌入深渊？这场风暴背后折射出中国金融体制的病灶、政治斗争的暗潮以及经济困局的无解。易会满1964年出生于浙江苍南，从工商银行基层干起，30多年爬升至行长、董事长。2019年空降北京，出任中共证监会主席。他主导了科创板设立、注册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的创立，短短几年新增上千家上市公司。然而，这场改革并未扭转股市推势，上证指数屡屡跌破3000点，投资者信心不升反降。有人调侃，易会满一出，股市就满盘皆输。2024年初，他被免去证监会职务，转任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，被视为软着陆。1年半后，他却从体制边缘直接坠入深渊。官方公告依旧是那句熟悉的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但坊间传闻却更惊心。在他任内，上市指标要价10亿的潜规则盛行，证监会握有资本市场的生杀大权，不少企业为了上市不惜巨额打点。更复杂的是所谓浙江帮，易会满的同乡、同学、旧部广泛分布于金融系统，形成一张利益网。据金融圈人士透露，易会满家中有1个姐姐和3个兄弟，其中一位兄弟易会坦早年曾借他的名义在浙江金融圈混圈子，甚至以易会满亲属的身份对接当地企业的融资业务。他长期在地产与投资领域活动，靠着易会满的光环打通项目。中国工商银行资产管理部原总经理顾建刚曾是易会满同学，也是他的铁杆旧部。顾建刚作为他的资本中介人，常以老同学之名穿针引线，帮助企业寻找上市捷径。传闻不少公司为了获得指标，透过他进行巨额输送。2024年2月8日，
也就是易会满被免去证监会主席职务的次日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顾建刚的问题，包括靠企吃企、盲目自信、疏于管理，造成大额投资风险，以权谋私、公器私用，以金融投资为名大肆收钱敛财等。顾建刚案还牵扯出中金资本的震荡。中金资本前董事长丁伟及多位骨干在2025年初被带走，易会满的儿子和顾建刚的儿子都曾在中金公司任职。这家中国最顶尖的投行长期担任上市与融资项目，而主席之子、同学之子同在其中，让人怀疑形成了家族化金融链条。这些人透过人脉关系打通上市融资管道，长期累积巨大利益。如今这张网被撕开，整个圈层集体颤抖。易会满被查后，牵出至少40人随之落马，从亲属到同学，从旧部到合作商人，堪称一场塌方式清洗。有分析认为，易会满的倒台并不单纯是个人贪腐，而是中共金融监管模式失效的缩影。当金融资源被权力垄断，当市场规则被潜规则取代，终究会引发系统性清算。这样的清洗固然震慑人心，但也带来副作用。金融圈人人自危，谁也不敢拍板，市场信任进一步崩溃。易会满事件不仅是一场反腐，更是习近平死亡螺旋的缩影。中国经济正陷入困境，股市低迷，房市失血，外资撤离，失业上升。面对困局，习近平选择的不是市场化改革，而是加码反腐与维稳。反腐虽能立威，但同时带来2大后果：金融官员不敢作为，市场投资者进一步丧失信心，这形成恶性循环。经济越差，当局越要靠高压维稳，高压越大，信心越差，经济更恶化。这就是死亡螺旋，一旦进入就无解。5大行的财报依旧亮丽，但这只是会计游戏。房企暴雷，坏账却被转移展期，藏在地方融资平台，表面风平浪静，实际惊涛骇浪。央行今年投放了 10.8 万亿人民币的流动性，相当于一个小国的 GDP。然而，钱并没有流向实体经济，原因是企业不敢投资，怕政策反转，宁可还债存钱；居民不敢消费，房价下跌，失业上升，人人惜钱如命；银行不敢放贷，坏账压力大，只敢借给国企和地方平台。加上外资撤离，本土资金外逃，流动性大部分被黑洞吞噬。央行放水犹如输血进肿瘤，养了坏细胞，没救活健康组织。易会满落马的时机正值中共4中全会前夕，这不仅是反腐，更是立威。中共总理李强出身浙江，与浙商关系密切，如今浙江帮人人自危，这等于在提醒他，总理也必须绝对效忠核心。吴清则是易会满的接任者，有劝商沙皇之称。如今前任倒台，就是给现任的警告，位置不是保险箱。这场清洗不只是针对过去，更是警告当下。只要经济持续下滑，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替罪羊。为什么是易会满？因为他最合适。股市多年低迷，散户积怨已深，需要有人背锅。经济下行，民怨沸腾，需要一个出口。金融黑洞越来越大，需要有人承担责任。易会满已被边缘化，没有实权，却曾是金融最高监管者。拿下他既能交代，又能震慑，这就是替罪羊的价值。然而，替罪羊只能治标，不能治本。股市的推势，金融的黑洞，经济的困局，并不会因一个高官落马而化解。易会满的倒台是中国金融与政治危机的缩影，表面上是贪腐，实际上是体制内权力与市场扭曲的结果。
对内，这是一场杀鸡儆猴的立威，但也加深了官员的恐惧与市场的不安。对外，这是一个不可预期的信号，让外资更不敢下注中国。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贪官多少，而在于体制本身，权力垄断市场，政策凌驾规则，结果只能是信心流失，经济恶化。议会满或许只是第一个，但绝不是最后一个。当死亡螺旋继续收紧，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替罪羊出现。然而，替罪羊再多，也无法挽救一个陷入失速的体制。您怎么看呢？请留言告诉我们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